我们村被诅咒了，家家户户都不能生男孩。村里的假道士说，要想解开诅咒，就要把家里的老人送进瓦罐坟，一天一顿饭，一顿饭一块砖，每天喝点老人的血。1年之后，瓦罐坟封死了，大胖小子也就来了。爹娘嘴上说道士不可信，可自阿婆失踪开始，阿爹每日都会带着盛满了饭菜的食盒出门，等他回来，食盒里的饭就变成了血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村被诅咒了，家家户户都不能生男孩。爹娘不认命，可吃了许多偏方都不奏效。直到那日，阿爹从道观回来，罕见的给了我一个笑脸。丫头，明年你就要有弟弟了。那一天，阿婆失踪了，阿爹阿娘一点也不着急。问阿娘，她也只是喜滋滋的跟我说，阿婆给你找弟弟去了。弟弟，我有些疑惑，却识相的没有多问。阿婆失踪后，爹娘脾气好了很多，再没有人无缘无故打骂我，不给我饭吃。阿爹变得神神秘秘，每日都会带着盛满了饭菜的食盒出门，等他回来时，盒里的饭就变成了血。阿娘总是急切地将那血给喝了。1年后，阿娘怀孕了，生下来个儿子。这一年，我家的收成也出奇的好，给阿爹阿娘带来了不少钱财。村里人都来问，你家是怎么生的男儿？你家收成怎如此的好？阿娘神秘一笑，得意地伸出手。他们意会到阿娘的意思，每人给阿娘递了一锭银子。阿娘收了钱，喜滋滋的，这才说出来生儿子的法子。那道士跟我说，我生不出儿子，是因为家里老人占了口粮，老天爷呐，不让生。道士说，只要把我娘送进那瓦罐坟，一天一顿饭，一顿饭一块砖，每日喝点老娘的血。等1年之后，瓦罐坟封死了，那大胖小子就来了。不仅如此，连家里的财运都能旺起来。我恍然，原来阿娘说的阿婆去找弟弟是这个意思。听了阿娘的话，大家眼里直放光。村里人纷纷把自家老人送进了那瓦罐坟，家家传来老人的哀求声、哭喊声和年轻男女的咒骂声。一个个新建的瓦罐坟聚在一起，成了瓦罐坟群。村子里的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儿子梦，可阿娘没告诉他们，生出来的男儿是个天生的坏种。我弟弟叫李燕，起这名字是因为阿爹阿娘希望他能靠那笔墨砚台中个状元。可我这弟弟刚生下来，浑身散着黑气，阿爹阿娘却恍若看不见，抱着他爱不释手。弟弟一双眼睛白多于黑，看着甚是吓人。2岁的时候，阿娘还舍不得断奶，弟弟用刚长出的牙咬掉了阿娘的乳头。阿娘惨叫，血喷在他的脸上，他却翻着眼看着阿娘不停地笑，全无孩童的天真模样。再大些，弟弟的恶劣便越发显现出来。弟弟4岁那年，他拿起小刀，将熟睡中的阿爹的小指差点给切了。阿爹从梦中腾醒，举着将断未断的小指大叫。他想发作，可看着幼小的宝贝儿子，怎么也下不了手。拿碎瓦片划阿娘的大腿上，阿娘鲜血直流，却也只是言语斥责几句。他们吃了亏，心情不好，不舍得打骂弟弟，便把气都撒在我身上。因此那段时间成了我的噩梦。弟弟使一次坏，我便挨上一顿毒打，浑身上下不得一块完好皮肤。时日长了，阿爹阿娘发现弟弟的举止让人感到极为熟悉。他总爱爬上阿婆常坐的摇椅，咿咿呀呀唱着戏曲，对阿婆养的鸡也极为感兴趣，像阿婆生前一样，常常逗着鸡玩，神态也不似个3岁小儿。阿爹阿娘恍然大悟，这孩子像极了阿婆。阿爹阿娘不敢再大意，让我看着弟弟。可一日，弟弟突然不见了。阿爹阿娘回家，却看见熟睡的我身旁没有弟弟的身影。阿爹立即将我从炕上揪起来，扇了我一巴掌。赔钱货，让你看着你弟弟，你怎么睡着了？我霎时清醒，环顾四周，寻不见弟弟。弟弟不见了。我知道，他要是出了事，我也活不成了。我浑身颤抖，不敢去看阿爹的眼睛。我的儿啊，你去哪儿了？阿娘冲出门去找弟弟，阿爹寻子心切，狠狠将我甩开，也跑了出去。过了晌午，阿爹阿娘仍未寻到弟弟。
他们失魂落魄地回来，看见我坐在凳子上。阿娘抓着我的胳膊，笑着看着我，可她眼底没有丝毫笑意，看起来恐怖至极。乖，告诉阿娘，你把弟弟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快告诉阿娘，他藏哪儿了？我不敢看他，低垂着头，缩成一团。见我不回答，阿娘脸色一变，大力地摇着我，歇斯底里：你把你弟弟藏哪儿了？你个赔钱货！我当初就不该生下你！阿爹沉着脸，扯过我，拿起一旁的棍子便往我身上打。棍子打在身上，巨大的痛楚传遍全身。别打我！求求你们，我真的不知道弟弟去哪儿了，别打我！我拼命求饶，他们出够了气，才肯停手。他们继续去找弟弟，剩我一人独自蜷缩在屋子里，浑身青紫，看着地板，神情木然。这般日子，我早就已经习惯了。啊！后院传来阿娘的一声尖叫，我一瘸一拐走进了后院，没看见弟弟，却看见阿爹养的羊躺在地上，浑身是血。阿爹阿娘从羊的肚子里刨出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仔细一看，是弟弟。他浑身血淋淋的，把沾着血的手往嘴里放。他嗤笑地看着阿爹阿娘，竟是他自己拿刀划了羊的肚子，钻了进去。阿爹阿娘怕了，连忙去找了当初那个道士。道士来看了弟弟，转而瞪着我阿娘：你是不是没按照我说的方法埋那瓦罐坟？阿娘心虚地垂下眼，眼珠四处乱转：没啊，我就是按照您说的，喝了他的血，然后将他封死在那坟里。见阿娘不肯说实话，道士心急吼道：这不是你儿子，是你那回来了的娘！阿爹阿娘睁大眼，后退2步，双唇颤抖。阿娘怕了，说出了实话：我只不过心急了些，在还有1个月的时候就给我娘喂了药，提前送走了她。原来阿娘急着要儿子，给阿婆的送的饭里掺了老鼠药，提前封了那瓦罐坟。王道士，这可咋整啊？我这儿子不能就这么废了。王道士低声道：趁你这儿子还没满4周岁，快些把他埋进那坟里去，不然会出大事。阿爹阿娘对视一眼，连声答应。送走王道士的时候，他悄悄对阿娘说：把你家那赔钱货也给埋进去，做个替死鬼。阿娘答应的极为爽快，不就是个赔钱货吗？养他这么久，替我们当个替死鬼是他的福气。我藏在树后，看着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，眼底一片暗淡。我问阿娘：真的要把弟弟封进那瓦罐坟吗？阿娘嗤笑一声：怎么可能？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，那道士说几句害人的话，就以为能骗到我，还不是为了骗取咱家的钱，门都没有。说罢，他看了看我，眼滴溜一转，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：乖女儿啊，你帮娘做件事呗。我听了娘的请求后，心里笑道：阿娘还真是为了他那儿子什么都做得出来。阿娘让我用碎瓦片划他的腿，然后假装挨顿打。他们想让弟弟知道做坏事的后果，改正他的行为，可又舍不得对他进行打骂，于是便来了一个杀鸡儆猴。阿娘暗地里威胁我说：划轻点，要是划中了，我跟你没完。我怎么敢划中？前2日挨的打，现在还疼着。在弟弟面前，我用碎瓦片轻轻划了阿娘的腿。阿娘立即重重扇了我一巴掌，破口大骂：你个赔钱货，我供你吃喝供你穿，你还敢划我？我让你划，我让你划！阿娘拿起一边的藤条抽在我身上，我疼得眼泪直下，求阿娘不要再打了。可阿娘不停手，打了我许久。最后我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，而弟弟不但没被吓到，反而盯着我们咯咯地笑。阿爹阿娘见这法子没用，只得作罢。我反倒心底庆幸，还好不用再挨这么多打了。弟弟仍然没改那习性，今日才死一只小鸡，明日抓破娘的皮肤，闯出了不少祸端。等到弟弟的4岁生辰那天，果真出了大事。阿爹死了，是夜里自己把自己给掐死的。阿爹夜里睡得正熟，忽地听见模模糊糊的声音：儿啊！阿爹醒来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。阿婆狞笑着伏在阿爹上空，双手直掐阿爹的脖子。阿爹想要反抗，却动弹不得，也发不出一丝声来。他目眦欲裂，身上青筋暴起，逐渐窒息而死。
早上阿娘醒来，看见的便是阿爹的双手掐在自己脖子上，满脸青紫，死不瞑目。阿娘终于害怕了，她又去找来了王道士。王道士带着我们去了阿婆的瓦罐坟，坟周围寸草不生，渗出了大量黑色的血。王道士面容严肃，嘱托道：“还好赶上了，再不做法，恐怕3日后坟开，尸骨丢失，整个村子将有大祸。”他给了阿娘一道符，让她将符同鸡血混在一起，给弟弟喝了。腥热的血端至弟弟面前，他怎么也不肯开口喝下去。阿娘游说久了，弟弟突地放声大哭，哭声凄惨。阿娘心疼幼子，舍不得逼迫。王道士如此神通，就算真出了什么事，应该也是镇得住的。这符血不喝也罢，不能苦了我儿子。他自我欺骗，将那符血直接倒了。待王道士再来我家，准备做法。他问我阿娘，那符血可让令郎喝了？阿娘眼神闪躲，回答得吭吭哧哧。王道士皱眉，即刻拂袖而去，赶往瓦罐坟。原先封得严实的坟已然破开，坟内空荡荡的，阿婆的尸骨不知所踪。王道士大惊失色，不好！若是让他把尸骨带去了瓦罐坟群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没命，到时候就是群鬼索命，谁都逃不掉。王道士，你许是能解决那群鬼索命吧？阿娘仍不死心，抱着侥幸的心理问着王道士。解决不了，真要是发生了，全都得死。阿娘听了，霎时脸色苍白，倒在地上。道士连忙带着我们去找我弟弟。许是外村人的原因，他带着我们走了许多弯道。阿娘一着急，自己打头带着我们回去。刚至家门口，正巧碰上弟弟拖着一个大袋子要出门。见了我们，弟弟诡异的笑，他悠悠开口，发出的却是阿婆的声音，凄厉尖锐：“乖女儿，你害得娘好苦啊！阿娘一个人在那坟里难受很，喘不过来气儿啊。当初……”阿娘对阿婆说：“阿娘，王道士说我能生儿子。”阿婆眼睛放了光，急着问如何生。只要您去那瓦罐坟里待上1年，日日放出点血，等到最后瓦罐坟一封，我就能怀上了，而且啊，咱家还能来财运。阿婆一听，欣喜道：“想不到我还有这大作用。”转念一想，却犯了难。那岂不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吗？阿娘拍了拍阿婆的背：“阿娘，您放心，等我怀上了，我再把您给刨出来，让您出来就能抱上大外孙。”阿婆盼孙心切，没多想便答应了我阿娘。阿娘没说，是得要等阿婆这个占了口粮的人过了世，那大孙子才能来。阿婆长盼短盼，最后孙儿还没盼来，反倒是盼来了一碗掺着老鼠药的饭。她吃了那饭后，忽感呼吸困难。她试图用力推开那封坟的砖，却纹丝不动。这才明白自己女儿的意，她竟是要让她死。阿婆最终没喘上那口气，窒息而死，同阿爹一样，死不瞑目。阿娘听了阿婆的控诉，心虚的后退：“娘，你不就想要孙子吗？你离开我儿子的身体，你这孙子就来了，命都没了，要孙子何用？”阿婆眼睛全白，正欲发作。王道士眼疾手快，拿出黄符，念了咒，将符甩在了阿婆身上。她惨叫一声，瞪着猩红的眼，以快于常人的速度冲上来，手中持着的一把小刀将要捅在阿娘身上。王道士迅速将刀夺了去，随即又贴了张符篆。阿婆被弹飞了出去。王道士正欲继续抛符篆，被我阿娘拦了下来：“王道士，留我儿一命。”王道士白了我阿娘一眼：“他根本不是你儿子。”阿娘却听不进去，生怕儿子被道士给伤了，死死拽着王道士：“一定还有法子，让我儿变正常，对不对？”王道士无语，只得看着我阿婆从他眼皮子底下逃跑。他边跑边回头，冲着我阴森森的笑：“丫头，当初谢谢你啊！村子里的牲畜都死了，一夜之间，家家的牲畜都被抹了脖子，放干了血，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在村里弥漫，整个村子失去了往日的生机，死气沉沉。王道士为了看着阿婆的尸骨，留在了我家。村里人听闻，全都找了过来：“王道士，咱们养的牲畜都怎么回事？莫不是咱那坟里的老爹老娘回来了？”
王道士，你可要帮帮我们啊！王道士抚弄胡须，一副得道高人做派。是他那老李家的老娘回来作乱，放心，大家只要喝了这符水，到时听我指挥，咱们齐心协力，定能除了那老妖婆。有人担心，怕这符水喝了出问题。这符水真能喝？王道士不屑地瞥那人一眼，哼，你要是想再出事，就不用喝我这符水。此话一出，便没人再敢智慧，都是愚昧无知的村民，生怕不听王道士的话，惹出了什么事故。王道士给每人发了一碗符水，那符水浑浊泛黑，一股腥臭气，可谁都不敢多说，将那符水胡乱咽下。大家喝了符水后，拿着的碗立刻掉在了地上，碎了一地。他们眼神都变得呆滞，显然都失去了自我意识，如同一个个被人操纵的木偶。每日，他们坐在我家院子里，一动不动。一日夜里，四周陷入诡异的安静，村民们仍然坐在原地。昏暗的光线下，只看得见隐隐绰绰的人影，人影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。王道士突然大喝：“妖婆，你可算来了！”他手一挥，四周烛火亮起。我那弟弟正猫着腰欲将那麻袋里的尸骨扛走，他已经不同先前那般幼小，他的四肢像被拉长了一般，又细又长，嘴咧到了耳根，浑然一个怪物模样。王道士将符烧着，扔在弟弟身上，弟弟避开符纸，死死瞪着王道士，眼球全白，身上直冒黑气。他纵身一跃而上，掐住王道士的脖子。王道士脸憋得通红，迅速捻了个诀，所有村民一瞬间全涌了上来。他们将弟弟从道士身上拖了下来，死死地摁在地上。弟弟挣扎着，却无济于事。王道士在他身上泼了油，点燃火柴扔了上去，熊熊烈火在弟弟身上燃烧。他翻滚惨叫，好生凄惨。阿娘看了直落泪，欲冲上去扑了那火。王道士死死拉着他，不许他上前。弟弟被火给烧死了，确切地说是阿婆死了。可全村人并没有铲除了妖孽的兴奋，仍然神情木讷，肢体僵硬着回去。他们好似回不到原来正常的样子了。所有人都离去了，只剩下了我与阿娘。阿娘哭得撕心裂肺，儿子，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。他见了我，疯狂地追上来打骂：“你个赔钱货，为什么你不是个男孩？”他撕扯着我的头发，对着我拳打脚踢。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我的嘴角勾起。真好啊，你费尽心机得来的儿子又没了。后来阿娘让我去找来了王道士，他奸笑着告诉阿娘，他还能要个儿子，那便是将我封进那瓦罐坟里。同埋了阿婆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不用等上1年，直接把那瓦罐坟封了就好。我哭着求阿娘：“阿娘，求求你别埋我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话。我什么我都愿意做。阿娘，饶了我吧，我不想被封在瓦罐坟里。”阿娘无动于衷地看着我：“赔钱货，能给我换个儿子，那是你的福气。”她硬拉着我就要将我拽去那瓦罐坟。我死死地扒住门槛，任凭地上的泥灰蹭了我一脸。后颈一阵疼痛，我便失去了意识。眼睛合上的最后一秒，阿娘与王道士阴沉笑着的脸刻进了我的脑海。再次醒来，我已身处坟内，坟口已经被封了一半。我想出去，被阿娘硬生生按住。我慌张喊道：“阿娘，他是骗你的，你快让我出去！他想骗你做替死鬼，只要你做了替死鬼，他便可以高枕无忧，谋取钱财。”阿娘陷入了癫狂，满心满眼都是她即将拥有的儿子。她痴迷道：“乖女儿，听阿娘的话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哥，我的儿子快来了！”突然，阿娘被一脚踹进了洞口。她清醒过来，瞪大了眼睛，转身质问着道士：“王道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让我出去啊！”王道士不顾阿娘的叫喊，加快了封坟的速度。“你们就等着做替死鬼吧，哈哈哈！你那娘还没死，就由你们俩赔命吧。全村的财富是我的了。”坟口被封上，阿娘慌乱地拍着封坟的砖：“放我出去，快放我出去！”王道士发现自己一人推不开这坟，
阿娘忽然回头看我，一脸讨好的笑。乖女儿，快来，帮阿娘把这洞口给刨开。我置之不理，闭眼装睡。她笑容立刻消失，面目狰狞，扇着我的脸，破口大骂：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还想害死你阿娘！我让你不听话！她试图把我扇到屈服，我掏出小刀便划了她的手。她见了小刀，停了手，惊恐地往后一缩。刚刚的盛气凌人已经消失殆尽，生怕我拿刀捅她。我坐在原地，闭目不动，唇微微一动，放心，我不会捅你的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边呢。没过多久，坟里的空气变得稀薄，我和阿娘都感到呼吸困难。这时，我拿出了事先藏好的小锄头，阿娘直勾勾地看着我的锄头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我余光中看见她的神情，在心里嗤笑一声，还真是恬不知耻，死不悔改。1块2块，等到洞口开到足够大的时候，我钻了出去。阿娘随后默默地出来，跟在我身后。回到村子里，一切沉静的过分。我去到各家门口，看见了村民们惨死，有的上了吊，冲着门口瞪着眼；有的溺死在了自家的水缸里；有的一头撞死在了柱子上，死状凄惨，形态各异。看完他们的死状后，我若无其事地回了家。都是一群为了要儿子和钱财，不要爹娘，罔顾亲情的不孝子女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王道士的家也没能逃过一劫，他的妻子把儿子看成了恶鬼，将儿子剖了腹，幼小的孩童被血淋淋地扔在院子里，接着他妻子把刀插入了自己脖子里，鲜血喷溅在墙上，满眼的触目惊心。王道士拿着沉甸甸的银两，奸笑着走在路上，一回家却见妻儿惨死，悲痛欲绝。好似想到了什么，他连跑带爬来了我们家，看到阿婆的尸骨没了，他瘫倒在地，喃喃道：怎么回事？尸骨怎么会没了？不应该啊，那老婆子没了尸体，怎么能搬那尸骨？他忽然大叫：群鬼索命，群鬼索命呐！起身欲逃，却被四起的声音定在了原地。窗外，大门吱呀吱呀的声音传来，糊的窗纸哗啦啦的响，空荡飘零的声音从四面八方而起。嘿嘿嘿嘿，这道士在这儿呢，他死定了，咯咯咯咯。狗道士，你死期到了。窗户越来越响，声音愈加急促，最终砰的一声打开，一群老头老太太瞬间出现在屋内，为首的便是我那阿婆的鬼魂。他们悬浮在空中，看着我们，阴森森的笑。王道士倒在地上，咽了咽口水，颤抖着掏出一堆符篆，念了咒，向他们一甩，黄色的符纸在空中四散，飘洒了一地，却没起到丝毫作用。那群鬼魂开了口：王道士，你害得我们好惨啊！王道士，你为什么要说那害人的法子？王道士，下来给我们作伴吧，咯咯咯咯。他们飘向王道士，在他的身上啃咬抓挠。王道士试图推开，却怎么也碰不到他们。最终，王道士奄奄一息，浑身上下被啃得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。那群鬼魂报了仇，消散而去。我起身向前，不动声色地站在他身边，俯身笑着：王道士，这感觉如何啊？是你。王道士终于明白，是我捣碎了他苦心经营的一切。他头枕在地，怒目而视，还想抬起头。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你这女子好生歹毒，竟然偷换了我的符！我歹毒？我怎么比得过你？就算我阿娘没喂那老鼠药，我阿婆照样会回来，全村人都会被你哄骗成你的傀儡。他的手垂在地上，狠狠地盯着我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呵，我当然知道了。那日，阿娘为了再要个儿子，让我去寻王道士。我去了他家，却在门外听见他与他妻子的对话。你说的这法子，当真能行？王道士胸有成竹。真的，我在那老婆子的坟里放些东西，等她没了，就会化成恶鹰来索命，我便能借着捉鬼的名义，让他们都成为我的傀儡。到时，他们所有人的钱财就都是咱们的了。要怪，只能怪他那女儿不孝，想儿子想疯了，才让咱们有机可乘。不会出什么错吧？万一你镇不住那老婆子该如何？
夫人放心吧，我这符纸准备了许久，镇得住那群东西，他们绝不可能做出什么幺蛾子。说罢，二人嚣张的笑声传来，听着极为刺耳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想到这道士竟也是个黑心肝的东西。在门外站了许久，我才进去。听了我的描述，王道士吃力地翻动着伤痕累累的身体，他泄了力，躺平在地，忽然大笑起来，哈哈哈！想不到我千算万算，最终竟然栽在了你这个小丫头手里，真是可笑。笑完，他便咽了气。本想谋财，却没成想断送了一家性命。为了防止他没死透，我拿起一旁的小刀，毫不犹豫扎了进去。温热的鲜血喷溅在脸上，我的眼睛丝毫未眨。房间内传来阿娘的一声尖叫。我进门，看见群鬼正撕扯着她。女儿，快救我！她见了我，双眼满是希冀。可她忘了，我是她嫌恶了多年的赔钱货啊，又怎么可能会救她？我伫立不动，看着她被一点一点卸去四肢，床上浸满了鲜血。众鬼退散，我缓缓上前，双手重重按在她的伤口上，血鼓鼓地流了出来。啊！看着她痛苦的脸，我笑得更加灿烂。我凑在她耳边，轻轻开口：“阿娘，你知道吗？阿婆的尸骨是我帮她挖出来的，所以她才会谢谢我呢。也是我把她的尸骨带去了那瓦罐坟群，放出了这些怨鬼。”阿娘看着我，脸色愈加苍白。那倒是镇鬼的符，也是我换的。哦，还有，是我专门同那些鬼做了交易，让他们卸了你的四肢，最后再留你一命。我啊，就是要让你生不如死。他面色苍白，摇着头看我。你小小年纪，竟然这么狠毒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。你以为我想被你生下来吗？我冲他大吼，滚烫的泪止不住的下流。我连名字都没有，只配被叫赔钱货。从小，你和阿爹对我不是打就是骂，你们有把我当你们亲生女儿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阿娘，你也是女子啊，为什么还同阿爹一样，如此重男轻女啊？我怨恨地看着他，积压多年的痛楚涌上心头。阿娘仍嘴硬，女子一点用处都没有，都是养大了给他人做嫁衣。我看着他，扯了扯嘴角，心底一片寒意。从前，我出生那日，阿娘惨叫着，产婆让她用力，煎熬了数时，才将我生出来。阿爹欣喜地上前，再发现我是个女子，他的脸色骤然间变得阴沉，即刻转身离去。真晦气，怎么生出来个赔钱货？阿娘也嫌恶地看着我，让人把我放得远远的，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，会脏了他们的眼。我是被米汤喂大的，后来长了牙，便开始吃阿爹阿娘吃剩下来的饭菜，因此从小我便营养不良，瘦弱不堪，连衣服都是捡了别人家不要的衣服来穿。在刚学会走路时，我便去村里的小道上摘花，花丛里全是蜜蜂，蛰了我满脸。我拿着一捧摘了一下午的花，想要拿给阿娘，让她对我笑一笑，可她看也没看，转头就把花给扔了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赔钱货，竟整这些没用的东西。”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不解地看着阿娘。我不懂，为什么阿娘会这么对我呢？阿爹阿娘吵了架，阿娘会跑过来狠狠地揍我。都怪你个赔钱货，要不是因为你是个女儿，你爹怎么会这么对我？无论我怎么哭着求饶，他都不会停手。我便从小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，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成为别人的负担。可我偶然出门，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坐在阿爹的肩头，有阿娘小心翼翼地扶着，那幸福让人惊羡，却又不敢去触碰。我像个胆小鬼般渴盼着别人的幸福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想多感受一下这种温存，却被当作乞丐辱骂。哪里来的小乞丐，滚开滚开！我慌张地跑回了家，迎面而来的是阿娘的唾骂：“赔钱货，又跑去哪里鬼混去了？快给老娘过来把碗给洗了！”我洗着碗，泪落进水里，瞬间了无痕迹。我不明白，阿娘为什么不跟别人的阿娘一样，对自己的孩子呵护备至？肯定是因为我不够乖吧。一日饭后，我端了盆热水，想去阿娘的房间给她洗脚。
以此讨得他的欢心，他便能对我好一点。我一进门，却看见阿爹阿娘在床上紧贴着，他们看见我，慌张地躺好，用被子将自己裹个严实。阿爹冲着我大骂：“给我滚出去！”我想给阿娘洗脚，我睁着委屈的眼睛，不明白阿爹为什么突然这么生气。快出去！我不用你给我洗脚。阿娘也皱眉瞪着我。我出了门，将烧了半天的洗脚水给倒掉，一转身就被阿爹一巴掌扇倒在地。就不该把你生下来，添麻烦的东西。他拿起藤条，狠狠地抽在我身上。我哭着求饶，却无济于事。后来我不再想着讨好他们，只是兢兢业业做着他们吩咐的事，因为做不好，便又是一顿打骂。我曾天真的跑去问阿娘：“阿娘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”她白眼一翻：“养大了，终究要送给别人的东西，有什么好喜欢的？养着你就不错了。”我委屈、酸涩，自此封闭了内心。连我那阿婆也一直对我嗤之以鼻，她一直认为是我的到来占了她外孙的命格。她虽不打我，却也百般苛刻，觉得衣服洗不干净，便半夜将我捞起来，命令我重洗。夏日炎热，她便让我在她旁边扇一夜扇子，彻夜不得离开。时间长了，我也不再期望着他们的宠爱，也习惯了身上的伤口愈合再裂开，反反复复。当我听到道士与他妻子的对话时，我便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我把阿娘做成了人质，放在花瓶里，只给她吃猪食。每日我都在她身上插上一针，就如同她对我的那般。从前她生气之时，会拿起绣花针戳在我身上，这样扎着疼，却也不会留下什么疤痕，最适合用来给我教训。将来也依旧能以好价钱卖给别人当媳妇。如今我也要让她体验一下被针刺破皮肤、深入骨髓的滋味。她哭着祈求：“阿娘知道错了，你放过阿娘吧，阿娘再也不打你了。杀了我，你杀了我吧，我不想再活了。”曾经我也多次这般向她祈求，何时得来过她一刻心软？慢慢的，阿娘死了，疼死的。我放了老鼠在那花瓶，将它一点点啃食。多年的疼痛终于在这时得报，我心里一阵畅快。后来我去了瓦罐坟群，那里还埋着阿婆的尸骨，只要将她尸骨挖出来碾碎，她便会魂飞魄散，不得往生。曾经伤害过我的，一个都逃不掉。我挖着土，肩膀上突然搭上一个枯瘦如柴的手，苍老嘶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丫头，你要做什么？”我一转身，立刻将先前偷换下的道士的符篆扔在身后。阿婆被符篆击中，定在原地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我：“你这丫头，不是说好了帮你卸了你阿娘，就帮我们完成我们的事吗？”我笑着：“阿婆，账得分开来算。你生前对我那么苛刻，你可还记得？”阿婆阴沉道：“你也说了那是生前，我如今已经死了，你还想怎样？还想怎样？自然是让你再魂飞魄散一次。你敢？”阿婆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恨不能将我生吞活剥。我加快速度将她尸骨取出，搬起一个大石块，重重地砸在她的尸骨上，一下又一下，我发了狂的砸，恨不能把我这10几年来受尽的苦难全发泄了去。阿婆看着我砸她的尸骨，魂魄开始燃烧，却无能为力。她凄厉的嚎叫，诅咒着我：“你终将不得好死，永坠地狱。”尸骨终于被砸碎成粉，阿婆的魂魄也燃烧殆尽。看着一地的粉末，同那一个个新建不久的瓦罐坟，我笑了。永坠地狱吗？呵，我一出生不就身在地狱？黑暗、疼痛缠绕了我多年，周边的人哪个不是恶鬼？女子本无罪，性别竟成了不可摆脱的原罪。离开了村子，我再也没有回来。我知道迎接我的是那可盼已久的光明，只愿来世再也不会遇见这样的佳人。每个女子都应焕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彩，请记住，自己的人生皆由自己来掌控。做不了温室娇嫩的花，便做那野外长在漫山遍野的花草。生当作夏花，
灿烂终有时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